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之前一期节目讲到中国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当中也同时分析了这背后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问题。那期节目还是广受欢迎的，我看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讨论非常热烈。那么我们就这个话题继续再深入的讲一讲。讲到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实际上它背后是农村教育问题。当中国广大的农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只有极少比例的孩子能够有机会上高中，那就谈不上劳动力阶层整体能够提高受教育程度，从而推动产业升级这直接跟中国经济是挂钩的。那么即使有些人上了高中，也都是职业高中而已而这种所谓的职业高中跟德国这种专业的职业高中根本不可同而语，甚至连职业培训的水平都比较低。即使如此，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能够上这样的高中都已经算是奢侈了。还因为家长在养儿育女方面的知识贫乏，以及根深蒂固的迷信和偏见，中国农村依然广泛存在着这个年轻人缺铁性贫血和寄生虫问题，还有大量的孩子近视但没有眼睛。这是罗斯高的团队经过走访中国广大地区这么多的学校，采访这么多的学生，最终得出的报告。最后他们发现问题的起点呢，其实还不是从小学开始的，而是从出生开始。那这里边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理论，就是所谓生命早期1000天的理论就是这个理论说，我们的大脑发育、认知能力、智力相当于一部分是在0到3岁这1000天当中所发育出来的，这是人类发育的最关键的时间窗口如果这个阶段耽误了的话，那可能会造成永久的损伤这是很难通过后天去挽回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阶段对小孩子的发育和成长的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美国有经济学家就计算出来说，0到3岁的话，你投资1块钱，未来将有18块钱的回报。但是对3到4岁的孩子投资1块钱，只有7块钱的回报那当然也不错了。但是到了小学，1块钱只剩下3块钱了1比3。到了大学就是1比1，投资1块钱只有1块钱的回报。到了成年人，基本上就开始亏本了。所以从2014年开始，罗斯高和他的团队首先在中国的陕西，然后在全国各地开始做大规模的研究。他们运用国际上最权威的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来调查中国婴幼儿认知和运动能力的水平，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个调查结果。他们在中国各大城市当中所测出来的结果， IQ 分布上基本上符合全世界一般标准上海有 14% 的婴幼儿的认知能力发育比较慢，北京是 12%， 广州是 13%， 这都属于正常结果。我们当中确实会有一些人在认知能力的发育上面会比其他人慢一些，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中国农村呢，他们在陕西南部做的1800组的调查发现，到了24到30个月的年龄的时候，基本上就是1000天左右，有高达 53% 的婴幼儿认知能力和运动能力是不足的。他们在2015年和2016年又去做了河北、云南两地的贝利量表测试，结果也是类似，大概是在 50% 左右， 50% 就已经非常严重了。而它不仅仅是局限在地理意义上的山区或者农村这些偏远地区，他们甚至还做了郑州、西安、北京、上海等地方农民工的聚集地以及其他的一些县城的调查，最终算出的结果也是类似的，都是 40% 到 50% 之间，远远超过了正常的 15% 左右。那除了做婴幼儿的贝利量表之外，他们还在很多地方去做了初中生跟小学生的 IQ 测试，结果也发现居然也有一半学生的 IQ 达到不了90的平均水平。那这种情况呢，在西方国家它会有比较完善的特殊教育项目，可以帮助一些发展缓慢的孩子进行成长很多人在成年之后走上社会也可以一样的优秀。但是在中国很明显，这一部分的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拨款扶持是严重缺失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农村的这些小孩子，甚至还有包括农民工在城里养大的这些小孩子，他们居然有这么大的比例认知和运动能力发育迟缓呢？如果不考虑基因的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刚才其实讲过，这跟从小他们就营养不良一个不均衡，缺乏微量元素是有关系的。
但是其实在营养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农民父母他们抚养孩子的方式。卢斯高发现，中国农村的家长，特别是爷爷奶奶这一代的，他们所谓的带孩子，但真的就是带着孩子啊，无论是下地干活也好，或者是做任何别的事情，都会把孩子带在身边。可问题就在于这些父母甚至是爷爷奶奶，他们很少有意识去跟0到3岁的婴幼儿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互动。而大家明白学过儿童心理学的都知道，这种跟孩子的互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根据他们团队的调查，只有 5% 的农村家庭会读书给孩子听，只有 10% 会跟他们讲故事， 30% 的人会唱歌或者跟小孩子一起玩玩具。他们总觉得说0到3岁这孩子什么都不懂啊，你跟他讲故事读书没有用啊。可是就像我刚才说的，0到3岁是最重要的一段成长时间，他的认知能力跟运动能力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父母和孩子的互动，他不是要让孩子多么的清楚的理解书中或者故事当中的内容，而是透过这种互动，可以把孩子暴露在一个大量语言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可以把语言的载体、声音、物理世界等各个元素全部对应的连接起来，通过玩玩具等行为，在刺激孩子的大脑的神经元连接逐渐让这个孩子能够感知这个世界最基本的物理定律，不管是这个有重力啊，或者有惯性啊，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啊，每个人的表情代表什么等等等等。那中国目前就有 1.1 亿儿童是在农村啊，其中有4000多万是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如果不投入资源去帮助这些孩子成长的话，不帮助他们拥有适应科技时代的工作能力和技能，那么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会做什么？能做什么呢？不仅仅是这些人，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产业链因为经济成本和地缘政治等各种原因，从2016年开始基本就逐渐的在移出中国，再加上后来的经济下行、财政赤字、外资撤离、国际封锁，然后你现在又有中国几亿连高中学历都没有的劳动力，那很可能早晚有一天引发国家治理危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危言耸听，我们就以墨西哥为例，就来看看一个国家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爬不出来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首先，墨西哥的困境其实跟中国还是有点关系的啊，原因很简单，就是墨西哥的经济起飞，它过去靠的是制造业和美国市场啊，也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红利。但是随着墨西哥经济发展之后所带来的工资和成本上涨，很多工厂都转移到中国去了。也就是说，在 Made in China 大行其道之前，其实还有一个 Made in Mexico 啊。那这些工厂撤离之后，那墨西哥的经济就一直停滞不前。当投资者撤资了，那么不仅是由于成本的上升，更是由于墨西哥的人力资本和这个劳动力的素质没有办法去支撑经济的升级。在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有 30% 的劳动力是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学历。当时普通工人平均只有8年的受教育程度。既然没有办法找到一些正经工作，那墨西哥的很多人就别无选择，他们只能转向一些非正规部门。从1998年到2013年之间，非正规部门产业的就业人数增长了 115%。如今墨西哥已经有1半人口是在这个非正规的产业当中就业。那贫困地区的情况更严重，比如说恰帕斯州就有整整 80% 人口是靠这种非正规产业来混口饭吃。那这包括了什么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摆摊，就是做点小生意，卖点小玩意儿，或者卖点吃的，或者是发传单啊，给别人洗车之类的，这都属于地摊经济啊，或者是地下经济，就像之前李克强所号召的地摊经济一样。那么这么多人去搞这种地下经济，那其实对国民经济的伤害是很大的。首先就是挣不着钱啊，就没有利润可言。然后呢，也政府收不上税，都是现金工。然后地方政府就没有办法去运转，不能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还是以墨西哥的恰帕斯州为例，当地政府的预算只有 1.5% 是来自于税收，要么靠墨西哥版本的这种转移支付啊，要么就是砍掉各种部门的开支，甚至干脆政府关门。当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公共服务了，那么老百姓也没有正经能够养家的工作可以做，你想想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从2007年到2014年，墨西哥就有超过15万人在各种各样的暴力事件当中丧生，这比战争当中的阿富汗跟伊拉克死的人还要多。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就此开始
由于这个犯罪率和谋杀案件的上升，很多具有高学历这个杰出的人才，当然他们倾向于润出国，首选对象当然就是北边的邻国美国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嘛。那随着墨西哥的犯罪率上升，也谈不上有什么外国投资可言了大家也不敢去投资了。没有投资，没有正规的经济，失业率当然是爆棚，政府更没钱，普通人也没有任何希望，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当犯罪越多，政府就会更腐败，因为犯罪除了这个暴力之外，另外一面实际上就是贿赂或者是权力寻租。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中国，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失业率的不断飙升也看到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未来的茫然乃至绝望，要不然就是疯狂的内卷，试图赶上末班车，能够挤进体制内好歹寻求一点保障和稳定；要不然就是摆烂，甚至躺平，反正他们有些人还是能啃老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没有下一代。其实这还只是第一步这是第一阶段的表面现象。那么对中国的形势观察比较敏锐的观众可能也能感觉到，就是中国最近的这些恶性犯罪案件似乎又多了起来。那今年3月的河北邯郸的这个初中生杀人案就是非常典型，案件当中3名嫌疑人和被害人全部都是留守儿童。根据2015年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有多达 65.1% 的留守儿童曾经遭受过身体暴力超过 90% 的人都承受过精神暴力的伤害。那在这种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几千万留守儿童，他们带着这种扭曲的心态和价值观走入社会，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了。那对这几千万上亿的中国人来说，这个社会不仅没有上升的空间，甚至让他们在城市里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空间都已经很难保证了。记得小布什在他的回忆录里有提到过他有一次跟胡锦涛会谈的时候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他见到任何的国家领导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什么事情让你最揪心哪个问题会让你晚上睡不着觉？当时胡锦涛回答说，每年在中国要创造2500万个就业机会，这件事儿最让他头疼。我不知道习近平现在会因为什么睡不着觉，但是以目前的中国轨迹继续一路下滑的话，那么习大大所面临的可就不一定是睡得着睡不着觉这个问题了，甚至可能是睡着之后还能不能醒的问题了。总之，通过这期跟上期这2期节目，大家从农村的角度侧面切入到中国经济当中，了解了中国现在所遇到的巨大困境，甚至可以得出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就是它根本没有办法摆脱目前的困境，那最终就是在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当中越陷越深，随之而来的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压力和问题就会一一暴露，最终把中国社会带往何处，真的令人细思极恐。最后再补充一句就是上期节目我做了一期关于这个中国的一些社会新闻的，因为涉及到了 YouTube 认为敏感的话题，所以被18禁了，还被黄标，所以说我就放在了会员区。如果大家想观看的话，欢迎加入会员。加入频道会员的入门槛非常低，只有2块9毛9每个月不到一杯咖啡的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关于加入会员的链接我放在了评论区。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